此刻的塔瓦纳完全爱惨了眼前的叶晨，2次在危机关头神兵天降，救了自己的命，关键还如此强大，如此强势，简直完美契合他对爱人的最高幻想，甚至还远远超出。别看她是这世界上几乎最成功的女歌手，但她骨子里本身也是慕强的，只是她身边没什么男人能值得她来仰视，叶晨是唯一一个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她此刻已经完完全全放飞自我，自己2次生命都是叶晨救的，为她得罪谁都值得。此刻的她心里暗道，什么黑水公司算什么东西，惹急了老娘，老娘专门写一首歌来 diss 他们。哦不，老娘可以出一张专辑来专门 diss 他们，专辑名称就是我曾险些被黑水暗杀，到时候这张专辑老娘也不为赚钱了，免费授权全世界的音乐平台免费传播，不为别的，就为了向叶晨表明我的态度，他就是让我扛起枪去黑水公司的总部送人头，我也心甘情愿。叶晨见塔瓦纳这么配合，欣慰的点点头。这美国娘们狂野归狂野，但她向来绯闻极多，情史丰富，按说这样的人应该不那么重感情，所以叶晨还真摸不准她愿不愿意配合自己。不过现在看，这美国娘们还是有几分义气在的，于是他立刻吩咐道，稍后网络恢复，我会让现场所有人醒过来，他们肯定都还记得昏迷之前的种种，所以当他们问起，埃尔诺先生和斯维特小姐要告诉他们，第一，他们之所以会昏迷，是因为马奎和他的手下向酒吧内投掷了专门能让人导致昏迷的药物。第二，你们2个之所以没有昏迷，是因为马奎给你们喂了解药，想从你们身上榨取更多利益。叶晨说到这里，一旁的哈米德赶紧问，叶老弟，那我呢？我怎么解释我没昏迷的事儿？叶晨白了他一眼，没点你的名，意思就是你不需要解释，待会直接装作和其他人一样，刚从昏迷中醒过来就好了。哎，对，哈米德尴尬的连连自嘲，你看我这个脑子比叶老弟你是差太远了。你继续。叶晨点点头，继续对塔瓦纳和伯纳德·埃尔诺说，第三，为什么恐怖分子没杀死大家，反而和你们俩合作，这就由伯纳德·埃尔诺先生来说明，是你许诺马奎1亿美金，他才叛变的。伯纳德·埃尔诺立刻说道，没问题，叶先生，交给我了。叶晨又看向塔瓦纳，斯维特小姐，待会儿你要在你的个人社交平台全程视频直播，你要让全世界的人知道，这个叫马奎的人带着黑水公司的雇佣兵来到白马岛搞恐怖袭击，幸亏伯纳德·埃尔诺先生发动金钱攻势，才救了大家一命。塔瓦纳重重点头，好的，叶先生，我一定会按照您说的做。马奎紧张地问，叶先生，那样一来，我会被全球通缉的，到时候我怎么才能保命啊？叶晨指了指哈米德，对他说，以后你就带着你的兄弟们加入哈米德哈司令的军队，在中东隐姓埋名为哈司令效力，你们的家人我会派人一起接到中东，到时候你们就可以在那边团聚了。叶晨原本想着让马奎加入万隆店，去给万隆店当炮灰，可转念一想，不行，这孙子马上就要臭名昭著了，留他在万隆店，万一走漏出去，万隆店名声肯定受影响。但哈米德就不一样了，这老小子本身就是反对派的，他搞出什么事来都不足为奇，更何况收编几个搞恐怖袭击的佣兵，况且这几人还能给反对派现在的话事人上点眼药，今晚之后他们肯定也会臭名昭著，到时候舆论压力大得很，就算他们能厚着脸皮不做任何解释，将来的处境也会非常尴尬。马奎要是加入了哈米德的队伍，只会让他们心里更难受。马奎一听这话，内心深处起初是有些抗拒的，他作为黑水的高级佣兵，深知那些反对派一个个都是乌合之众，让自己去跟他们混在一起，无异于把一头狮子丢进了下水道，和老鼠为伍。可他转念一想，这件事情过后自己能活下来，就已经算是万幸了，
身败名裂的自己，无论躲到哪里都有可能被人发现，甚至被人暗杀。如果是躲在哈米德的山窝窝里，别的不敢说，安全肯定是安全的，每天都不用提心吊胆，也不用四处逃窜，所以这么看，倒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不过，他还想为自己争取一点点好处，于是便试着问叶先生，能不能帮在下引荐一下，让我加入万隆店？我听说万隆店大部分都是华裔，我也算半个华夏人，到了万隆店一定好好努力，将功赎罪。叶晨冷声道，我劝你不要想屁吃，整个万隆店都向我一人效忠，我怎么能允许你这种人去毁掉万隆店的名声？马奎吓了一跳，没想到万隆店竟然是叶晨的，于是他立刻恭敬地说，叶先生放心，我一定会为哈米德司令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的。叶晨嗯了一声，转头看着伯纳德·埃尔诺，感叹道，埃尔诺先生，你看看我多关照你，今晚这件事一曝光出去，你在全世界范围内就彻底出名了，全世界都会把你视为英雄，你的家族，你的品牌都会受到疯狂追捧，不但社会地位急速攀升，集团销售额肯定也会爆发式增长，你这次牛大发了。伯纳德·埃尔诺也想明白了其中道理，挽救上百人性命，这就是功德无量的事情，都能让法国和马尔代夫给自己出书立传了，而且自己救的人里还有国际巨星塔瓦纳，这得是多大的功劳，他那些粉丝还不把自己当成神一样供起来，到时候集团旗下奢侈品恐怕也会迎来疯狂的销售浪潮，配货的额度至少能原地涨1倍。一想到这，他的嘴角不自觉地向两侧上方浮起，那弯弯翘翘的弧度比 AK-47 连发时的后坐力还要难压得下去。于是他兴高采烈地说，叶先生，您的计划真是太棒了，我一定会全力配合。叶晨说，你这老小子现在就开始得了便宜卖乖了，我救了你的命，还给了你一个这么大的好处，你不该表示表示吗？